现煮白粥、八宝粥、绿豆粥嘞。那个卖粥的大妈竟然敢挡南省首富温敬亭的路！传闻温敬亭和他的妹妹温敬冉常年霸榜福布斯富王排行榜，阿姨这下可惨了。快看，他们出来了！妈！什么？卖粥的阿姨竟然是顶级富豪温氏兄妹的亲妈！妈，您身为龙腾集团总裁，可是千金之体，怎么还出来摆摊卖粥啊？是啊，妈，您的龙腾集团市值1000亿，您打算什么时候公开身份啊？你们父亲走得早，妈和你们陈叔叔在一起后，怕他还有天意接受不了，才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身份。不过你们放心，你们的小弟天意已经从国外回来了，他手底下的建龙集团也马上要上市了。妈，这些年您一直偷偷资助小弟的建龙集团，就不怕我们说您偏心呐？是啊，妈，您对小弟那么好，我和静然可不高兴了啊。呸！你们两个事业有成，妈哪管得住你们啊？可天意那孩子从小自尊心就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亲手带领建龙集团成功上市。等他这个心愿了了，妈也该向他们坦白自己的身份了。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今日建龙集团成功上市，总裁陈天意即将在云顶天宫酒店召开上市庆功宴，并进行全球直播。天意的建龙集团已经上市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呢？天意的建龙集团已经上市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呢？妈，会不会是小弟在国外待久了，不愿意认您这个妈了？是啊，妈，画龙画虎难画骨，人毕竟是会变的。妈，谢谢你养育我这么多年，还花这么多钱送我出国深造。好孩子，只要你在国外用功读书，将来闯出一番事业，妈就是再辛苦也值得。妈，您放心，如果将来我的公司上市了，我一定在庆功宴上当众给您叩3个响头，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天意那孩子我了解，他不告诉我，一定是给妈准备了惊喜。也是，小弟出生后，他亲妈李美英就远走高飞，彻底抛弃了他和陈叔叔。是啊，他就是忘了谁，也不能忘了您这个妈。好了，正巧天意的庆功宴就在咱们家的云顶天宫举行，你们快回去收拾收拾，咱们一起去喝天意的庆功酒。是。温总，你有什么吩咐？王特助，我要以龙腾集团的名义，再给天意的建龙集团投资5个亿，你马上去办。温总，这些年您给天意少爷建龙集团的投资已经不下10个亿了，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你说什么呢？天意他是我儿子，原本就是一家人，还分那么清干什么？赶紧按我的吩咐做。这是象征着龙腾集团总裁身份的长青玉佩，我今天一定要把它亲自交到天意的手上。天意要是看到他出国前送我的这件衬衫我还穿着，肯定很高兴。阿兰，你怎么来了？阿兰，你怎么来了？老陈，天意的建龙集团上市，今天是他的庆功宴，我当然得来了。我今天还给天意准备了一份大礼呢。老陈，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阿兰，当年天意他妈抛下我们父子俩，是你含辛茹苦的把天意拉长大，这份恩情我们家一直都记得。可你今天不该来呀！你这叫什么话？天意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带领建龙集团上市，如今他的梦想实现了，我这个当妈妈怎么能不来呢？诸位，建龙集团成功上市，
离不开大家的奋斗和努力。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龙腾集团又对我们追加了5个亿的投资。陈总连续好几年都能拿到龙腾集团的投资，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是啊，真想不到，究竟得多优秀的母亲才能教育出陈总这么个优秀的孩子。诸位，我陈天意这一路走来，最感谢一个人，没有他的付出，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是他给了我新生，也正是因为他的支持和期许，才让我能够坚持走到今天。现在我要请他上台。陈总说的不会是他的继母吧？我听说他继母虽然是穷苦人家出身，但对陈总一点都不含糊，确实是视如己出啊。好孩子，看到你如今事业有成，还没有忘了我这个妈，妈心里真的很欣慰。阿兰，我刚才说的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林美英。什么？就是我的母亲林美英。妈，这些年辛苦你了。谢谢儿子。天意，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兰，你干什么？别过去！老陈，你放开我！我要问明白，你让我去问明白！阿兰，你听我的，别过去了。放开！你怎么来了？天意，你出国前不是说这一辈子只认我这一个妈吗？怎么出趟航回来你就变了呢？有什么事咱们回去再说好吗？今天是我的庆功宴，你也不想把宴会搞砸吧？温阿姨，你喊我什么？温阿姨？我为你遮风挡雨18年，你现在喊我温阿姨？是，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你也知道，血缘亲情才是最割舍不断的羁绊，不是吗？不是这样的，你当年明明说过，你明明说过。你没完了是吗？今天的庆功宴可是全球直播，我的亲生母亲就站在这儿，你来捣什么乱？你不就是看我公司上市了，想来沾我的光吗？那好，我现在告诉你，这庆功宴我不办了，公司我也不做了，你满意了吗？不，孩子，公司不能不做，这是你10几年的梦啊！你当年上学早也用功，晚也用功，天热长痱子，天冷长蹦伤。你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成立属于自己的公司，这一天已经来了，你不能就这么放弃。你放心，妈不闹了，妈这就走，妈不挡你们的路了。你放心，妈不闹了，妈这就走，妈不挡你们的路了。阿兰，天意他不是那个意思。老陈，你不用说了，天意说的对，血缘亲情才是最割舍不断的羁绊，我尊重他的选择。来，让我们敬林阿姨一杯。林阿姨现在可是龙腾集团的部门经理，今后还得多多仰仗啊。是啊，陈总这次能拿到龙腾集团5个亿的投资，那可多亏了林阿姨啊。等一下，你们说什么？你们以为天意能拿到龙腾集团的投资，都是林美英的功劳？温岚，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吗？你以为养了天意几年，他就真成你儿子了？哼，你在事业上给不了他任何助力，天意是不可能把你当妈的。陈天意，我要听你的心里话，你不认我不是因为什么割舍不掉的亲情，而是因为你嫌弃我摆地摊的身份，是吗？事到如今，你还计较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别在这里自取其辱了，好吗？听见了吗，温老？天意不认你，根本原因是你自己的问题。先敬罗衣后敬人，这是世界上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陈天意，这就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对吗？是，我现在是上市集团总裁，
我的母亲必须是站在聚光灯下的成功女性，不是一个对我毫无助力的普通人。你满意了吗？你想打我？我难道不该打你吗？小时候我是怎么教育你的？我教你平等待人，不忘根本。我教你穷的有骨气，富的有良心。可你看看你现在，全身上下哪还有一点良知？你只看到我打你，却殊不知打在你身，痛在我心。我养得好好的孩子，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告诉妈，你之前说的都是气话，对不对？你还是那个聪慧善良、是非分明的好孩子，对不对？天意，来，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看看这是什么？祝你生日快乐！妈妈，给你。哎呦，好孩子，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给你的心愿兑奖券。要是我长大了不听话，妈妈就可以把这个拿出来。只要天意看到了这个，就会乖乖听妈妈的话。我们天意这么乖，妈妈一辈子也用不上这个。你说过只要看到这个就会听我的话。天意，妈不想你变成这样，妈要你做一个光明磊落的男子汉大丈夫，你就听妈的话吧，好吗？这破玩意儿过了这么多年你还留着，你还真是居心叵测呀！不要！你以为用这种小儿科的东西就能拿捏住我？你做梦！你这是什么意思，陈天意？难道你铁了心要做一个趋炎附势、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你说什么？我是势利小人？天意，温岚，事到如今你还装什么圣人？当年你养我究竟是为了什么？真当我不知道吗？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养你是另有所图？我对你好是不安好心？不然呢？你养我不过是为了将来有人能给你养老送终罢了。你的2个孩子不成器，所以你才把心思打到我身上来了，不是吗？天意，生恩没有养恩重。阿禄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你不能这说他，你得把他当妈。我把他当妈，他有把我当过儿子吗？是，生恩重不过养恩，但养恩同样重不过托举之恩。现在生我的人和托举我的人就在这里，他来凑什么热闹？天意说的对，温岚，这些年你对天意好，不就是盼着有一天他事业有成，好来吸他的血吗？不过你的如意算盘打翻了，我现在已经做到龙腾集团部门经理的位置了，天意他已经不需要你了。没错，温岚，我劝你还是认清现实吧，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一切，也根本不配做我妈。好，很好，陈天意，你还真以为自己能拿到龙腾集团的投资都是他林美英的功劳？是又怎么样？要不是因为我妈的关系，我怎么可能拿到龙腾集团5个亿的投资？哦对，龙腾集团的张特助还特意提醒我，今天他们的董事长也会莅临我的庆功宴，这都得感谢我的母亲。什么？龙腾集团的董事长要亲自莅临？我听说多少亿万富翁都见不到龙腾集团董事长一面啊！是啊，龙腾集团可是国内民营企业的龙头，今天能见他们董事长一面，那可是3生有情啊！温岚，认清现实吧，咱们俩之间的差距，你注定一辈子都翻不过去的。你鸠占鹊巢了这么多年，也是时候把天意还给我了。我看鸠占鹊巢的是你吧，陈天意。我告诉你，你的建龙集团能成功上市，你能拿到龙腾集团的投资，跟他林美英没有半点关系，都是因为我。你说什么？都是因为你？温岚，你不会是想告诉我，我能有今天都是你在背后助力吧？没错，你能有今天的成就，能带着属于你自己的公司上市，都是因为我在背后的付出。温岚，你疯了吗？你不会还想说你就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吧？那你还真说对了，龙腾集团
确实是我名下的产业。我没听错吧？陈总的继母竟然说自己是龙腾集团董事长？是啊，这怎么可能呢？龙腾集团的董事长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温岚，你没完了是吗？你难道真要搞砸我的庆功宴？你才甘心吗？我搞砸你的庆功宴，陈天怡，请你搞清楚，没有我，你的集团连上市都上不了，有哪里来的庆功宴？你，阿兰，阿兰，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想在天意面前压他亲生母亲一头，这我们都能理解。可你不应该撒谎，说自己是龙腾集团总裁啊！连你也不信我？温岚呀，温岚，我看你真该去医院看看脑子。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简直是丧心病狂。说的没错。温岚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是吗？你是龙腾集团总裁，哼，你怎么不说自己是王母娘娘呢？好，好，好。既然不信，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奇怪，董事长的电话怎么一直都打不通啊？可千万别出什么事才好啊！喂，田经理吗？云顶天宫庆功宴上有我们龙腾集团的贵客，一旦发生任何对这位贵客不利的事情，你给我立刻滚蛋！升任大堂经理已经满1周了，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表现，今天机会可算来了！叫上兄弟们，今天谁敢跟贵客过不去，咱们就扒了他的皮！这，温岚，这是什么？你不认识没关系。这是我原打算在庆功宴上送给你的，象征着龙腾集团总裁身份的长青玉佩。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我说温岚，你脑子是魔怔了吗？一块普通的破玉佩，你竟然说是代表龙腾集团总裁身份的长青玉佩？温岚，你送不起贵重礼物，我不说什么，可你拿这种货色来充当长青玉佩，还说要送给我，可真是让我恶心。很好，陈天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摔碎的是什么，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蠢，就当我这18年的真心全都喂了狗。你说什么？温岚，还嫌自己丢人丢的不够大吗？你说你18年的真心喂了狗，可我跟着你的18年，我又得到了什么？我原本可以有更加辉煌灿烂的人生，都是因为你挡在我前面，让我只能在泥泞里摸爬滚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知道吗？要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来接我，给我为我资源铺路，我怎么能站在这里做上市集团的总裁？你占了我妈的位置18年，也该知足了吧？现在，马上离开我的庆功宴，不然可别怪我翻脸！天意，这些年阿兰她全部身心都扑在你身上，你不能这么跟她说话。当年是她林美英抛夫弃子，丢下了还在吃奶的你。没有阿兰，你怎么能活到今天啊？阿兰，我替天意给你道歉，是我们家亏待了你，是他对不起你呀。老陈，事到如今，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陈天意，你赶我走是吧？好，我可以走，但你自己说过，将来若是事业有成，必定在庆功宴上当众给我抠3个响头。现在是时候了，等你磕完这3个响头，我再也不会纠缠你。什么？温岚，你处心积虑搞砸我儿子的庆功会，还想让我儿子给你下跪？你简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天意，他在这里冒充龙腾集团的董事长，你要是再不拿出点态度来，可就彻底无法挽回你在龙腾集团面前的形象了。妈，你说的有道理，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他点颜色瞧瞧。温岚，现在立刻马上承认你撒谎造谣，我今天就放了你妈，不然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要是不承认呢？你难道还想对我动手吗？陈天意，羊羔上知跪乳，乌鸦一只反步。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孝不悌、忘恩负义！你给我住口！你不止搞砸了我的庆功宴，还敢假冒龙腾集团董事长的身份！今天我就替龙腾集团好好教训教训你！快，王特助交代，不能发生任何贵客不利的事情，快把门打开！来人，住手！这不是象征我们董事长身份的长青玉佩吗？这是谁干的？请问您是？这是刚升任我们酒店大堂经理的田经理，是我们王特助面前的大红人。原来是田经理啊，真是年轻有为。是啊，能得王特助赏识，前途无量啊！田经理，久仰大名，幸会幸会。少给我套近乎！我问你，这玉佩到底是你们谁摔碎的？给我站出来！怎么了，田经理？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玉佩吗？碎了就碎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普通的玉佩？你们可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我们董事长花了2个亿在奥罗拉环球奢侈品拍卖会上拍下来的长青玉佩，全世界仅此一块，象征着龙腾集团董事长至高无上的地位。你竟然敢说它是普通的破玉佩？2个亿！是啊，这下陈总可是闯了大祸了。您说什么？这是象征龙腾集团董事长身份的玉佩？田经理，您是不是看走眼了？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我田有路在这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连董事长书桌上的玉佩都认不出来。担任大堂经理以来，虽然还没见过董事长，但董事长的办公室我可是去过几次的。这枚玉佩一直供在董事长的书桌上，我怎么可能认错？你说什么？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他在哪儿？您怎么会在这里啊？田经理，你来的正好，你大声的告诉他们我到底是谁。哎呦喂，您说您过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我也好带着全体员工去大门口列队迎接您啊。林经理，您一定就是王特助所说的那位贵客吧？听说您刚刚升任龙腾集团总部的部门经理，可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田经理真是过奖了，咱们都是龙腾集团的人，自然应该处处维护集团的形象才对。正好，今天这里有个满口胡言的女人，竟敢冒充咱们集团的董事长，你可千万不能手软啊！什么？竟然有人敢冒充我们集团董事长？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他在哪儿？就是他，田经理，您可一定要公事公办。竟然是你，你也太不知轻重了！今天这里可是建龙集团的上市庆功宴，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吗？还不快滚！你说什么？田有路，你睁大眼睛看看，你不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你了，华成辉我都认识，我们每次去集团总部开会都能看到你，哈哈哈哈哈哈！穿着个破围裙，提着个破粥桶，进出我们董事长的办公室。你给我们董事长送了几次粥，还真把自己当董事长了？什么？你竟然把我当成送粥的了？搞了半天，原来只是给董事长送过几次粥啊！是啊，真是笑死人了！送个粥就敢冒充董事长？哈哈哈哈哈！温岚，你听见了吗？连你们龙腾集团自己的人都说你是故弄玄虚了，你还有什么能耐在这里大言不惭？什么？你竟然把我当成送粥的了？那不然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身份？进了几次我们董事长办公室，就真把自己当董事长了？精彩，真是太精彩了，温岚！现在连田经理都不承认你的身份，我看你这出戏还怎么演下去？就是啊，温岚，想不到你都几10岁的人了，边瞎话脸不红心不跳，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总裁，我呸！阿兰，你再这么闹下去，就真的收不了场了。要不你还是给天一道个歉，就别再犟下去了。我道什么歉？
我含辛茹苦18年把他拉扯大，帮助他一步步走到今天，我问心无愧，凭什么要道歉？哼，你问心无愧，那好，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彻底揭穿你的谎言，让你心服口服。田经理，您刚才说这是你们董事长的长青玉佩，那我问您，这块玉佩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就是啊，田经理，毕竟现在造假手段这么高超，弄一枚假的长青玉佩也不是难事儿。只要这玉佩是假的，那温岚今天所说的就都是风话屁话。有道理啊！我听闻董事长的长青玉佩是用千年萤石打造而成的，在强光下看着平平无奇，但只要在暗光环境里，它的光芒足以照亮整个大厅。什么？那太好了！今天咱们就验证一下这玉佩的真假，彻底拆穿他温岚的谎言。来人，把灯给我关了！什么？这怎么可能？现在你们相信我的话了吗？为什么董事长的电话还是打不通？这个田有路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所有人听令，立刻随我前往云顶天宫。是。这怎么可能呢？这玉佩竟然是真的！难道您真的是我们董事长？董事长，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还请董事长大人有大量，恕罪啊！田经理，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您怎么就这么确定他温岚就是咱们集团的董事长啊？可是，他的这枚长青玉佩确实是真的呀！如果他不是董事长，那这玉佩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田经理，您刚才也说他给董事长送过几次，会不会是他趁董事长不注意偷？原来是这样！我说这玉佩怎么会在你手上？原来是你偷来的！你说什么？田有路，你竟然敢污蔑我偷东西！我污蔑你？你满口胡言乱语，还敢冒充集团董事长？你信不信？现在我一句话就能让保安把你撵出去！好，很好，田有路，我真是瞎了眼，才把你这种货色提拔成大堂经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集团高层展示资料的文件是你们酒店在负责吧？不信你就把文件调出来，看看上面的董事长是我不是？哈哈哈哈哈！好啊，今天我就让你彻底心服口服。来人，把我的公文包拿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田经理，集团高层人员的展示资料为什么读取不出来啊？不应该啊，那个 U 盘我一直保存的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我知道了，温岚，都是因为你！我？田有路，你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擦干净。你怎么走路的？弄脏了集团的绝密资料，你赔得起吗？都是因为你！你不仅冒充我们董事长，还弄毁了我们集团的绝密资料。今天要是不给你点教训尝尝，我田有路誓不为人。说得对，田经理，善恶到头终有报。对付这种偷东西的，可千万不能心慈手软。您可得拿出您作为大堂经理的气势来。是啊，田经理，毕竟待会儿你们董事长就要到了，不好好严惩这个温岚，等董事长到了，
咱们可怎么交代啊？什么？我们董事长也会莅临今天的庆功宴？那太好了！我还没见过董事长本尊，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在董事长面前立个大功。快，立刻马上把他给我撵出去！我看你们谁敢动他！滚开！谁给你们的胆子？夫人，你没事吧？属下来迟了。我没事。王特助，你来的正好，看来咱们龙腾集团确实需要好好整顿一番了。是谁让你们这么对他的？田有路，你给我滚过来！王特助，您怎么亲自来了？这里有个叫温岚的，一直冒犯您所说的贵客，满口谎话，态度嚣张，完全不把龙腾集团放在眼里。我正替你好好教训他呢，免得这种人脏了您的眼。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认为我所说的贵客到底是什么人？当然是林美英林经理了。林经理刚升任咱们集团的部门经理，那可不就是咱们云顶天宫最尊贵的客人吗？原来林经理面子这么大，连王特助都惊动了。是啊，看来这林经理在龙腾集团内部势力不小啊。王特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您把我当成这里的贵客，我可真是不敢当啊。不过您放心，这个满口谎言的温岚交给我处理，保证让他心服口服。你说你是贵客，你也配？王特助，您这是干什么？我妈可是龙腾集团的经理，您怎么能这么羞辱她？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龙腾集团一直在资助的那个陈天意。鄙人不才，正是一直受龙腾集团资助的建龙集团总裁陈天意。那好，我问你，你刚才说你的母亲是谁？这还用问吗，王特助？我母亲当然是林美。王特助，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做错什么了？哼，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陈天意，你能做出今天这种事情，即使我不揍你，老天爷要收你。我做什么了？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怪我还没有彻底和温岚切割是吧？王特助，您放心，我刚才已经喊她温阿姨了，她的身份以后再也不会拖累我了。没错，王特助，天意他是个聪明孩子，他知道什么对他是最重要的。你放心，他现在拿到了龙腾集团的资助，前途无量，他绝对不会给龙腾集团丢人的。今后他就只有我林美英这一个母亲。对，王特助，这个我能证明。这个叫温岚的简直是大言不惭，他竟然敢说自己是咱们龙腾集团的董事长，这不是给咱们集团抹黑吗？这种招摇撞骗的骗子，你可千万不能饶了他！你说什么？不能饶了他？对，王特助，我们都是您手底下的人，把他处理了，这不也是帮您树立在集团的威信吗？帮我树立威信，那我可真谢谢你8辈祖宗！田有路，你们自己作死，可别带着我！董事长，都是属下用人不精，识人不明，让您受委屈了，还请董事长恕罪。什么？董事长？这陈天意陈总的继母真的是龙腾集团董事长？这怎么可能？王特助竟然喊温岚董事长？温岚她真的是龙腾集团董事长？这不可能！陈天意，现在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吗？董事长含辛茹苦养育你，照顾你18年，他不惜给你投资10个亿，让你的破公司上市。可你是怎么报答他的？你竟然不想认他！上天真是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阿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是龙腾集团的总裁？老陈，我没骗你，原本我打算今天在庆功宴上向你们公布身份的，可没想到我亲手养大的孩子，
给我演了这么一出好戏。妈，不是这样的，妈，我是被猪油蒙了心，我是一时糊涂啊，您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晚了，刚才你们对我口诛笔伐，要把我赶出去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想想会有今天？王特助，立刻停掉我给建龙集团的一切投资。妈，我知道错了，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能失去这笔投资啊！没有龙腾集团的支持，我的公司马上就要垮了。陈天意，我劝你还是想想刚才是怎么对我的吧，你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忘恩负义的人。你现在根本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怕了。王特助，执行我的命令。是，董事长。还有，田有路任职大堂经理期间玩忽职守，识人不清，甚至对董事长大不敬，立刻革去一切职务，永不录用。是，属下立刻去办。什么？永不录用？完了，全完了！董事长，我有眼无珠，我不该冲撞您。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指望我养活，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啊！田有路，你还有脸求饶？你身为大堂经理，竟然联合外人对董事长动粗，你还有什么可委屈的？这是你咎由自取！来人，把他们带出去！等一下，我看谁敢动我儿子！天意，田经理，你们怕什么？不就是个龙腾集团的董事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疯了吗？他可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啊，咱们根本惹不起啊！哼，你妈我在江城混了这么多年，比他温岚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我见得多了。妈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这江城还轮不到他温岚做主。什么？您的权势能够压得住温岚？那太好了！他要撤回给我的投资，简直是想要了我的命！妈，你可一定要替我报仇啊！温岚，你听到了吗？就算你是龙腾集团董事长，也没有我妈的势力强大。我妈只要动动手指头，便能彻底把你按死在江城。好啊，那就把你们的靠山都叫过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通天的人物给你们撑腰。温岚，你别得寸进尺！要是把我背后的大人物叫过来，你就等着家破人亡吧！喂，哥，我是美英啊，你们什么时候到啊？林部长好！什么？竟然有人敢欺负我林二河的妹妹，不要命了吗？快备车，送我去云顶天宫！胡爷爷好！放肆！竟然敢找我们林家人的麻烦！温岚，你听见了吗？我背后的大人物马上就要到了，我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妈，想不到您背后竟然还有这么硬的靠山！温岚，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等我妈背后的大人物一到，你立刻就会一无所有。林姐，原来您才是深藏不露的真神呐！还希望您以后能扶持我一把，我太想进步了。好说好说，我今天就是要跟他温岚争个高低，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我林美英的儿子，他温岚抢不走。哼，像他陈天意这种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好儿子，我还不屑于跟你抢。林美英，我劝你好自为之。温岚，事到如今，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我看你心里早就吓得发抖了吧？没错，你要是现在给我道歉，等你的龙腾集团倒闭了，我还可以考。王特助，我已经没有耐心和他们耗下去了，立刻请他们离开我的视线。是，来人，把他们轰出去！
我看谁敢动我林家人，都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看今天谁敢动我们林家人，都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不是？就是，欺负人欺负到我们家头上，简直是螳臂当车。妈，这就是舅舅和舅妈吗？舅舅好，舅妈好，我是天爷啊！这下终于有人能压住温岚这个女人了。天意，你舅舅可是强盛集团人事部长，你舅妈更是天穹研究院的3星院士，有他们在，今天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毛毛。好外甥，果然是一表人才啊！今天有舅舅在这里，这天就翻不了。美英，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江城这1亩3分地上，还有人敢惹我们，真是不把我们天穹研究院放在眼里。大嫂，就是那个叫温烂的，他仗着自己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就无法无天，不仅撤销了天意的投资，还要把我们赶出去。龙腾集团董事长，好大的威风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强盛集团的招牌是你能惹得起的吗？强盛集团人事部长，天穹研究院3星院士，我还以为是什么通天的大人物呢，原来只是狐假虎威罢了。温岚，你是不是疯了呀？这可是林部长和吴院士啊！你敢这么跟他们说话，你不要命了？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陈天意，你不会真的以为凭他们2个就能搞垮我的龙腾集团吧？放肆！信不信我们一句话就能让龙腾集团破产？我要让你在江城要饭都找不到地方！就凭你们也敢威胁我们董事长？再敢往前一步，别怪我不客气！哈哈哈哈哈！你还真是忠心啊！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来人，把这个温炉给我拿下！放肆！谁敢动董事长一下？小子，我劝你最好别不识抬举，我可是强盛集团的人事部部长，得罪了我，就是得罪了整个强盛集团。没错，还有我们天穹研究院，你区区一个龙腾集团，在强盛集团和天穹研究院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嚣张的资格。温岚，你听见了吗？我舅舅和舅妈的背后可是2座大山，你拿什么跟他们斗？哎呀，天意，你跟一个穷途末路的人废什么话？温岚，你要是现在给我道歉，我或许还能让我大哥大嫂放你一马。你们口口声声拿强盛集团和天穹研究院来压我，可你们知道这2家企业背后真正的掌权人究竟是谁吗？别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在这里虚张声势。哈哈哈哈哈哈！就算我没见过董事长，那又怎么样？我可是他亲自提拔的集团骨干，你能奈我何呀？就是，我们院长平时在工作群里对我也是赞赏有加。像你这种普通人，连见他们一面的资格都没有，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疑我们？林部长、吴院士，你们别跟他废话了，直接动手吧，让他知道你们的厉害。说的没错，这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就得狠狠教训。好啊，既然你们这么自信满满，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看你们怎么让我破产。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现在就给强盛集团高层打电话，就是封杀他，要求全面封杀龙腾集团，让你倾家荡产。我也通知天穹科修院切断对你们的所有技术支持。温岚，我看你还能狂妄到几时？喂，张副总吗？我请求立刻动用集团所有资源，全面狙击龙腾集团，请您支持，让龙腾彻底破产。听见了吗，温岚？你已经蹦跶不了多久了，强盛集团的怒火，你承受得起吗？天穹研究院已经正式下达了封杀令，龙腾集团的所有合作项目全部作废。温岚，你现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太好了，舅舅舅妈，你们太厉害了。温岚，你现在是不是吓得腿都软了？赶紧把龙腾集团剩下的钱都交出来，不然我们可就来硬的了。没错，这都是你欠我们家天意的，赶紧签字画押，然后滚出江城要饭去。你们这群跳梁小丑戏演够了吗？就凭你们2个边缘人物也想调动强盛和天穹2大集团，你们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真是死鸭子嘴硬，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不出3分钟，龙腾集团破产的消息就会传来。林部长说的对，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等他破产了，我非得狠狠踩他2脚不可。到时候林部长可得多提携提携我啊。3分钟到了，
我的破产通知在哪里呢？你们的办事效率似乎不太行啊，要不要我再给你们3分钟？肯定是集团的流程还没走完。大集团办事严谨，哪有那么快的？对，跨部门协调需要时间的，你别得意太早。没错，来人，先把他揍一顿再说。给我外甥解解气儿。你们别过来，给我上！出了一切问题，我来负责。住手！我看谁敢动我母亲一根头发！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走开！天意，你看他们竟然凶我！保安呢？快把他们抓起来！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妈不敬？为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你，妈，你没事吧？对不起，我们来迟了。妈，他们没有伤到你哪里吧？妈没事儿。妈，听说有人敢在这里欺负你，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放肆。温岚，这就是你那2个亲生儿女，穿的人模人样的跑这里来送死吗？就是，你们今天插翅难逃。等会儿我大哥大嫂的人来了，看你们还能怎么嚣张！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说什么大话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强盛集团人事部长，信不信我让我们温敬亭温董事长找你的麻烦？哦，你要让温敬亭找我的麻烦，那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在这里等着。我倒要看看温敬亭能把我怎么样。打就打，等我们集团的人来了，你连下跪的机会都没有。集团胡秘书，天穹研究院齐秘书到。胡秘书，哎呀，您怎么亲自大驾光临了？是不是温董事长听说我在这受了委屈，特意派您来的？齐秘书，您也是奉了温静冉温院长的命令赶来的吧？哎呀，院长真是太客气了，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妈，舅舅和舅妈的面子也太大了吧！2大集团的首席秘书竟然亲自来给咱们撑场子。那是当然，你舅舅舅妈可是集团的核心高管，这下我看谁还敢瞧不起咱们。强盛集团送来价值5000万的极品帝王绿玉如意1对，天穹研究院送来价值8000万的极品玻璃种翡翠玉佛1尊。我的老天爷，加起来1亿3千万的重礼啊！林部长、吴院士，你们真是手眼通天啊！哎呀，董事长真是太破费了，这怎么好意思呢？温院长也是的，我都说不用送这么贵重的礼了。舅舅，这肯定是送给我庆功宴的贺礼吧？太漂亮了！温岚，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陈天一的人脉。放肆！拿开你的脏手！你说什么？你们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强盛集团和天穹研究院看下我舅舅舅妈的面子上送给我的贺礼吗？送给你，你自己也不照照镜子，配收这等重礼吗？没错，就算把你卖了，也买不起这玉佛的1根手指头。胡秘书、齐秘书，你们是不是搞错什么误会了？我是强盛集团人事部长林二和啊。对，我是天图研究院的3星院士吴慧芬。这礼物难道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送的？看在你们的面子上，你们也配？你们2个在集团里连见总裁一面的资格都没有，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大哥大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翻脸不认人？你不是说你在单位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吗？胡秘书、齐秘书，你们别开玩笑了。如果这礼物不是送给我们的，那是送给谁的？温董，这是我们总裁孝敬您的一点心意，请笑纳。温董，这是我们院长特意为您挑选的玉佛，祝您安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是不是送错人了？他的龙腾集团马上就要破产了，凭什么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凭什么？就凭她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亲生母亲。没错，我们孝敬自己的母亲，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吗？你们的母亲？那你们到底是谁？你们到底是什么身份？都给我竖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这位就是强盛集团的最高掌权人温敬亭，这位就是天穹研究院的首席院长温静冉。天哪，强盛集团总裁和天穹研究院院长，他们竟然是温岚的亲生儿女，这辈子也太恐怖了！
总裁，您竟然就是温总裁！完了，我竟然当着总裁的面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院长，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啊，我瞎了眼啊！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这一次吧。强盛集团总裁，天穹研究院院长，温岚不仅是龙腾集团董事长，还有这么厉害的儿女，我到底错过了什么？我到底干了什么蠢事儿啊？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的，这一定是在做梦。完了，这次彻底踢到铁板了，全完了。林二河，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不是要动用集团资源全面狙击龙腾集团吗？你狙击一个我看看。总裁，我错了，那都是我吹牛，我根本没有那个权限呀！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吴慧芬，你仗着研究院的名头，在外面作威作福，今天我就替研究院彻底清理门户。院长，我为研究院立过汗马功劳啊！你不能开除我，我不能失去这份体面的工作呀！立过功，你贪污科研经费的事儿，真以为我不知道？秦秘书，立刻报警，把他的犯罪证据全部交上去，我要让他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不要，我不想坐牢啊！救命！胡秘书，立刻开除林二河，剥夺他在强盛盛集团的一切待遇，让他知道得罪我母亲到底是什么下场。完了，全完了，我的大好前途啊！林美英，你的靠山都倒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不懂，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猪油蒙了心啊！求您可在大家都是女人的份上放过我吧！你说什么？你敢把脏水泼到我身上？要不是你挑唆，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一步？你还我前途！田经理，好戏还没看完呢，你想去哪儿啊？温董饶命，我再也不敢当墙头草了。来人，我不想再见到他们。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妈，我是一时糊涂，我骨子里还是您的好儿子啊！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养了我18年，难道您就忍心看着我流落街头吗？混账！你还有脸叫妈？给我滚出去！陈天意，你现在跑回来跪着求我，是因为你知道错了吗？不，你根本不知道错，你只是因为失去了龙腾集团的投资。你只是因为看到我的亲生儿女如此强大，你害怕了，你后悔了，你爱的只有钱和权，你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母亲。不是的，妈，我是真的舍不得您啊，我爱您啊，只要您原谅我，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好好孝敬您。迟来的深情比草贱，陈天意，等你真正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被珍惜的情分，再来找我吧。妈，不是这样的，妈，别为了这些人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是啊，妈，以后有我们陪着您，谁也别想再欺负您，我们就是您最坚强的后盾。好孩子，妈有你们这2个好儿女，这辈子就足够了。妈，您的家人可不止我们2个，您还不知道吧？没错，妈，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收到了滨海市巡查局发来的加密传真，您失散多年的亲生父母找到了。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什么？你们的外公外婆找到了？妈，是真的，巡查局刚发来的加急传真，经过全球基因库的反复比对，您的亲生父母就在云城。妈，您看，这是亲子鉴定报告，上面显示他们就是您的亲生父母。40年了，我找了他们整整40年啊！妈，外公名叫温仲林，外婆名叫夏如君，您还有一个亲弟弟叫温敬川。他们这些年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您，一直在等您回家。爸妈，女儿不孝啊！我现在就要去云城，我要马上见到他们。妈，您现在不应该向他们公开身份，您是千亿董事长，万一他们图您的钱。妈，你们说的对，我要用最普通的面貌回去。如果他们真心待我，我温岚发誓，必我温家世代繁荣。老头子，你说这真的是咱们的兰儿吗？鉴定结果都对上了，不会错的。4年了，我们一家人终于要团聚了。命运为什么要跟我们家开这种玩笑？大姐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家的生意却偏偏在这个时候陷入了债务危机。我的兰儿在外面吃了40年的苦，看着照片上的穿着，肯定过得很不如意。现在回家了，难道还要跟着我们受罪吗？别说那么多了，不管怎么样，都绝对不能让兰儿回来过苦日子。清风典当行的老板马上就要到了，你们也准备准备吧。这就是我父母他们的家吗？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小门小户。爸妈500万，
这可是我温家祖传的宝贝，市面上至少值2000万啊！你再加点1000万，1000万行不行？温家现在资金链断裂，全云城都知道，500万爱当不当，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这些全当了，加上青花瓷，凑1000万。还有我这辆新买的车，我也不要了，你看着给吧。温老爷子，你们把老底都掏空了，图什么？我温仲林就算砸锅卖铁，凑出这2000万，我要给我女儿全云城最体面的回归宴。对，你们为了迎我回家，竟然连最心爱的物件都卖了，我温岚何德何能让你们如此倾尽所有？爸妈，我回来啦！快走，别让我姐看见这些。我的兰儿啊，40年了，爸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爸，女儿不孝，让您担心了。姐，你终于回来了，欢迎回家。兰儿，你真的是我的兰儿。妈，是我。你这是干什么？兰儿，妈给你道个歉吧。40年前是妈没有看好你才把你弄丢的，让你在外头漂了40年，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妈，您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有怪过您。现如今还能再见到你们，女儿已经很知足了。对对，老太婆，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今后咱们一家人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了。好好。兰儿家里好得很，咱们可是首富。对对，那些东西太旧了，妈准备换批新的。姐，好不容易回家了，快进屋吧，房间爸妈早就给你收拾出来了。对对对，快进屋吧，兰儿。姐，这就是你的房间，快进来看看喜不喜欢。这和我小时候的房间布置的一模一样。是啊，你走丢后，这房间的布置就没变过，床单旧了，妈就照着原样给你做新的，每天都亲自打扫。我们就盼着有一天，我们的兰儿能推开这扇门，重新住进来。爸妈，这把琴你们竟然还留着？是啊，兰儿，你小时候最爱拉小提琴，还说要当演奏家，这把琴妈妈一直留着，每天都擦，就想着再替你拉上一拉。这都是你的念想，是妈活下去的盼头，妈怎么舍得扔啊？妈，对不起，我回来的太晚了。傻孩子，回来就好，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姐，今天可是你回家的大喜日子，可不能哭啊！走，弟弟，我带你逛街去。逛街？不用了，我这身衣服挺好的，够穿了。那怎么行？咱们温家的大小姐必须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姐，你就听我的吧，别担心花钱。我听你的，咱家有的是钱。大哥，温家的生意你玩不转了吧？我看还是趁早把家主之位让出来，这样对咱们两家都好。老二，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家还没倒下呢，你就想趁虚而入了？你是不是也太着急了点？哼，看来你还是不死心呐。不过没关系。咱们走着瞧，等你们家彻底玩不动的时候，可别跪着来求我。是老二他们家的电话，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不知道咱们兰儿刚回家吗？他们这也欺人太甚了。他一直觊觎这个家主之位，不管怎么说，兰儿回来的当口，咱们家绝不能倒下，绝不能让兰儿再受半点委屈。爸，我都调查清楚了，伯父他们千辛万苦找回来的这个温岚，在业内毫无根基和建树，就算他回了温家，也绝对掀不起半点波浪。哈哈哈，这么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大哥他们家竟然还当宝贝似的捧在手里，真是笑死人了。是啊，也不知道他们吃错了什么药，竟然还要砸锅卖铁给他办什么回归宴。既然我这个大侄女回来了，那明天咱们就去凑凑热闹，给他们家送一份大礼。爸，您是说那5000万的催款单？没错，咱背后站着的可是南省靠山王周承森，我要在明天的宴会上把温家的一切都夺过来。磨蹭什么呢？我告诉你，这是我姐，现在的温家大小姐，给我好好接待。原来是温少爷啊，温大小姐您好，您里边请。少废话，把你们店里最贵的镇店之宝拿出来。姐，你看这条怎么样？配你绝对好看。景川，这太贵了，300万呢，姐不喜欢这么闪的。姐，你值得全天下最好的。你先去镜子前试戴一下，我去个洗手间，马上回来。喂，王总，我是静川。对，我想再500万，300万的利息我认了，马上打到我卡上，我急用。傻弟弟，为了我竟然去借高利贷，这份情谊我一定铭记在心。哎，好，您说。喂，白秘书，董事长，是我，立刻划分出我名下1半资产，送到明天的回归宴上。我要扶持温家在云城东山再起。是。刷卡，这条项链我们要了，给我姐包起来。好的，温少爷，马上为您办理。景川，谢谢你。姐，跟我还客气什么？明天的回归宴上，你绝对是全场最美的。今天我温仲林要向所有人宣布一件喜事，我失散40年的女儿终于回家了。下面有请我的女儿温岚。你们听说了吗？温家那个刚找回来的大小姐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早听说了，估计她连高跟鞋都不会穿，一会儿别在红毯上摔了。虽然温大小姐刚刚被找回来，但是咱们这么说，她会不会不太好啊？你懂什么？不信
信你就看着，待会儿进来的温大小姐肯定是个姿色平平的。哼，装什么装？温雨温二小姐可给咱们下任务了，让咱们好好杀一杀她的威风。走，咱们去会会她，让她知道这豪门的门槛究竟有多高。要不还是算了，咱们不能这样。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给她个下马威，温雨温二小姐怪罪下来，咱们吃得消吗？这位就是温大小姐吧？看您这气质就不是普通人。那不知道见没见过我这枚古董蓝宝石胸章呢？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欧洲拍卖行拍回来的。李太太，这枚胸章确实是上世纪的古董，不过按照欧洲的贵族礼仪，这种是属于哀悼珠宝，是要跟死者一起带入棺材里的。你胡说八道！你一丁点豪门生活的经验都没有，懂什么珠宝？就是你少在这装内行。你看看我这珍馐限量版的包，认得出来是什么牌子吗？张太太，你这只包走线歪斜，5金掉色 ，A 货市场3000块就能拿下一模一样的。而且据我所知，张太太有闲心在这里炫耀假包，不如赶紧回家收拾细软跑路。抱歉，温小姐，他们刚才态度不好，您别介意。看来还是王太太明事理懂分寸，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您太过奖了。其实温小姐您不知道，温雨今天想在宴会上给你们家为难，我就想提前给您提个醒。多谢你提醒我，这份人情我记下了。姐，你太牛了，你简直是我的偶像。你怎么知道他们那么多黑料的？你姐我消息灵通而已。好，不愧是我温仲林的女儿。让伯父伯母还有心情在这儿办宴会呢，我劝你们还是想想怎么保你们的命吧。哟，这就是大伯找回来的女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上流世家的贵太太呢，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温雨，你嘴巴放干净点，怎么跟我姐说话的？静川，脾气别这么大，气大伤身啊！大哥大嫂，听说你们办这场破宴，把家里的古董首饰都卖了，打肿脸充胖子，有意思吗？原来父母的窘迫全拜这个亲叔叔所赐。老二，我们家怎么做，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嘴。没错，兰儿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她最好的。好，很好嘛，了不起！你们清高，可我告诉你，欠森爷的5个亿到期了，今天你们要么还钱，要么交出家主之位。老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周成森之间的勾当，是你们做去害了公司，我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清楚什么？这里白纸黑字，是你温仲林欠的债，跟我有什么关系？大哥，别死撑了，签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把温家的家主之位交给我，只要你签字，这5个亿的债我替你背了。你休想！温家是我一手打拼出来的，我就是死也绝不会把温家交给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看你资金链断裂，连办个宴会都要砸锅卖铁，你拿什么保温家？老头子，你怎么样了？温舒淇、温琪、温雨，你们趁火打劫，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横插一脚，你们还是人吗？大伯，您可别再激动了，要怪就怪您这个大女儿回来，她一回来，温家就要破产了，你们还要当宝贝一样捧着呢。温雨，你敢对我姐不敬，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大侄子，别挣扎了，今天这字儿你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然森爷的5个亿你拿什么还？惹怒了森爷，后果可是很大的。要不让你们这刚找回来的宝贝女儿替你们签？大侄女，看着你也不像上过学的，会写自己名字吗？哼！二叔，别在这里张牙舞爪了，这份协议温家不签。董事长明确指示，将名下1半资产送至云城回归宴，所有人出发。你干什么？你忤逆森爷的意思，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区区一个周成森还不配让我放在眼里。二叔，你勾结外人戕害自家手足，这个账我记下了，你迟早是要还的。哼，老子这是良禽择木而栖，我劝你们也不要不识时务。大哥，你可别忘了，咱们2家当年早有约定，当集团资产不足2个亿的时候，你就要乖乖交出家主之位。现在也该兑现诺言了吧？就是，现在别说2个亿的资产了，你们都已经道歉5个亿了，怎么还不肯乖乖就范吗？老二，这家主之位，你若是公平竞争，我当然可以让给你。可你如今勾结外人，家主之位给了你，集团必将受损，我永远也不服。爸，不要服我！父亲，想我温仲林就任家主几十年，尚不能扭转集团颓势，下没有教育好手足兄弟，我愧对温家。爸，老头子，兰儿，爸对不住你啊，没能让你享上一天的福，这都是爸无能啊。你从小到大，爸就没有陪在你身边，现如今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了，家里又遇到这种事情。不是这样的，爸，自从我回来以后，您和妈还有弟弟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外人。爸，您放心，我不会让温家就这么落入外人之手，我们温家一定能够东山再起。刚才你们说，只要我家的资产不低于2个亿，你们就主动退出家主的争夺，是这样吗？
二叔，话可是你说的，只要我家资产过2个亿，你就带着你女儿滚出温家，对吧？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你们家现在连2000万都凑不齐，还敢跟我提2个亿？就是啊，堂姐，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见过2个亿长什么样吗？怕是连做梦都不敢想这么大的数字吧？巧了，我今天正好给爸妈备了份厚礼，别说2个亿，就算买下整个云城都绰绰有余。大家听听，我这大侄女都开始说胡话了。你兜里现在能掏出2万块钱，我都算你赢。文淑琴，你闭嘴！我姐说有就是有，轮不到你们在这冷嘲热讽。静川啊，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要是真有钱，能穿着这身破烂回来参加宴会？兰儿，你别跟着他们置气。爸就算不要这家主之位，也不能让你在这受他们挤兑。爸，您坐好，今天有我在，谁也别想动温家一根手指头。可是兰儿，妈知道你孝顺，可咱们不争这口气，你千万别为了我们去借高利贷啊！妈，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温岚从不打无准备的仗。姐，你给我透个底儿，你真有办法？实在不行，咱们报警，大不了鱼死网破。鱼死网破，他们也配？静川，看好爸妈，剩下的交给我。行，我今天就让你瞑目，给你10分钟，拿不出2个亿，你们一家子就给我卷铺盖滚蛋！您跟他废什么话呀？就他那样，给他10年他也凑不出2个亿啊！10分钟，二叔，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打发你1分钟都嫌多。你说什么？我看你真是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收场！我怎么收场那是我的事情，不过我劝你们还是尽早离开，免得一会儿脸被打肿了，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兰儿，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千万别为了爸逞强啊！爸，没有你和妈就没有现在的我，你们放心，这些钱我绝对拿得出。你们为我做了那么多，今天该女儿报答您了。我准备的礼物马上就到。爸，他不会真有什么后手吧？放心，一个只会虚张声势的人能有什么后手？他在拖时间罢了。快，再快！外面什么动静？估计是酒店上菜的服务员吧。爸，您怕什么？他还能叫人来砸场子不成？说的也是，文兰，时间可过去1半了，你的大礼呢？天上掉下来了吗？急什么？赶着投胎吗？二叔，我们之间的胜负可马上就要见分晓了。我呸！你分明就是在拖延时间。各位都睁大眼睛看看，这就是我大哥找回来的好女儿，简直是满嘴跑火车。兰儿，算了吧，这字我欠，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这破公司给他那么又怎样？对，兰儿，钱没了咱们可以再赚，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姐，咱们走，这宴会咱们不办了，不在这儿看他们的丑恶嘴脸。爸妈，静川，今天谁也不许走，属于我们温家的东西，我1分不少的全都要拿回来。好，爸听你的，爸信你。哟，真是父女情深啊！不去拿奥斯卡都屈才了。堂姐，别演了，我都替你尴尬。你要是现在放下身段求求我，我或许还能让我爸给你们留条后路。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你动我一下试试，欠了5个亿的丧家犬，还敢在这儿狂吠？行了，10分钟到了，文兰，拿不出钱就赶紧滚蛋，别逼我叫保安把你们扔出去。二叔，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温岚送的礼，你接不接得住？少废话，立刻签字，不然森爷的手段你是知道的。这字要是不签，到时候你们全家连出去睡桥洞的机会都没有。老头子，不能签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啊！不签，好啊，那明年的今天我会亲自给你们上香。恭迎温岚温董事长回归温家，龙腾集团特携10亿资产前来相贺。鲜红绸。根据温董事长的指示，贺礼一半是金条美钞，另一半是云城核心地段的写字楼、商铺转产证，还有3块准备开发的商业地皮，总价值10个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都是假的！你一个毫无根基和建树的普通人，去哪弄10个亿？姐，这上面真的是你的名字，云顶庄园的别墅群全都是你的。景川，这只是给爸妈的一点零花钱，算不上什么大礼，你们收着玩就是了。兰儿啊，你这几年在外面到底吃了多少苦？怎么会攒下这么大的家业？爸，女儿没吃苦，女儿在外面好得很。今天这笔账，咱们得先跟他们算清楚。二叔，你刚才口口声声说只要我家资产过2个亿，你就带着你这好女儿滚出温家。我那是……爸，你怕他干什么？我看他就是去借了高利贷，故意跑这儿来装大尾巴狼的。温二爷，睁大眼睛看清楚，每一份资产证明均经最高工作处认证，合法合规，随时可以查验。温舒淇，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愿赌服输，现在立刻带着温雨给我滚出去！我们一家人不想把事情做绝，你既然输了，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温岚，我真是小看你了。二叔这是受的刺激太大，脑子不清醒了。你以为你砸出10个亿就能在云城横着走了，就能保住温家了？你少在这故弄玄虚，10个亿还不足以让你看明白现在的局势吗？温敬川啊，温敬川，你们一家子就是井底之蛙，10个亿算个屁，在真正的大人物面前，你们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哦，那我倒要听听二叔嘴里这位能只手遮天的大人物究竟是哪路神仙？大侄女，别急，你马上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温岚，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翻天？我告诉你，我背后站着的是周承森，森爷。老二，你疯了！你竟然去招惹周承森那个活阎王，他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心狼啊！你们懂个屁！这叫良禽择木而栖，跟着你，温家早晚得饿死。就是，大伯，你们怕森爷，我们可不怕。森爷现在可是把我爸当成左膀右臂呢。文宇，你们还动不动什么叫礼义廉耻，给外人当打手对付自家人，还当出优越感来了？是又怎么样？温敬川，你信不信森爷一句话就能让你们一家在云城混不下去？周承森，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个靠见不得人手段起家的地头蛇。放肆！温岚，你敢侮辱森爷？你知不知道森爷手里捏着多少难省的命脉？命脉？就凭他？你懂什么？森爷现在正在跟强盛集团和天球研究院谈一笔惊天的大生意。强盛集团？他们怎么会跟周承森这种人合作？这你就管不着了。我告诉你们，这笔生意价值整整100个亿，100亿！只要这笔大单落地，森爷就是名正言顺的南省新首富。将来在云城，谁敢不给他面子？堂姐，听见了吗？100亿，你的10个亿在森爷面前就是个要饭的碗。文岚，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这10个亿的资产转到我名下，我去森爷面前替你们求个情。老二，你休想！你这是明抢！大哥，我这是在救你们的命。等森爷腾出手来，你们连跪下求饶的机会都没有。二叔，你把周承松吹得这么神，他自己知道吗？你什么意思？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我的意思是，100亿大单确实诱人，但周承森这辈子恐怕是吃不下这口饭了。温岚，你是不是被10个亿冲昏头脑了？你以为你是谁，能管得了强盛集团的事儿？二叔，你口口声声说周承森要拿下100亿大单，那你知不知道强盛集团和天穹研究院又是谁家的产业？是谁家的关你什么事儿？反正不可能是你。堂姐，你该不会想说那2家巨头公司也是你的吧？吹牛也不打草稿。你别理他们，他们就是不见黄河不死心。敬川，既然二叔这么好奇，那我就让他心服口服。温二爷，竖起耳朵听好了，强盛集团和天球研究院均与我龙腾集团关系密切，周承森想攀上这2家的关系，我劝他还是省省心吧。什么？你吓唬谁呢？你一个龙腾集团能有多大的能耐，还能和强盛集团、天球研究院这样的机构绑定？龙腾集团总部位于京城，掌控全球300余家核心企业，去年总营收突破1000亿大关。1000亿？爸，他骗人的吧？京城的大集团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兰儿，你真的是龙腾集团的人？爸，我不仅是龙腾集团的人，我还是龙腾集团的现任董事长。姐，你这也太牛了吧！1000亿集团的董事长？不可能！你一个离家多年的野丫头，凭什么当董事长？这都你们合伙演的戏。演戏？二叔，你觉得我需要向你证明什么？我刚才说了，周承森想谈的那笔100亿大单，没有温岚点头，他连强盛集团的大门都进不去。你胡说八道！森爷已经打通了所有关系，今天就要在云城签合同了。是吗？那你可以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合同签的顺不顺利。爸，别听他忽悠，他就是想炸我们。森爷的实力咱们还不清楚吗？你少在这装腔作势。森爷今天亲自来了云城，他要是知道你敢这么大言不惭，绝对饶不了你。好啊，既然他来了云城，那就让他亲自来见我。见你？你算哪根葱？森爷日理万机，哪有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他不来见我，那这100亿大单他就只能在梦里签了。白秘书，送客。我不想再看到这对碍眼的妇女。是，温总。温二爷，温二小姐，是我们动手，还是你们自己滚？温岚，你别欺人太甚！你真以为搬出个什么龙腾集团就能吓唬住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二叔，你的靠山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堆烂泥。爸，你快给森爷打电话，让森爷带人过来，我就不信他能手眼通天。喂，森爷，是我老温啊。对，我在温家宴会这儿呢。森爷正忙着呢，有屁快放！哎呦，兄弟，麻烦通报一声，温家那个一事无成的大女儿温岚回来了。她不仅撕了协议，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搅黄森爷的100亿大单。哪来的愣头青敢管森爷的事儿？等着，森爷马上就到。温岚，听见没有？森爷马上就到。你现在就算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替你求情了。温淑琪，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姐，咱们别理他，直接让保安把他们轰出去。慢着，既然二叔把周承森当成救命稻草，那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这根稻草彻底打断。装，你接着装。等森爷带人过来的时候，我看你怎么装。爸妈，坐下喝茶。好戏才刚刚开场。兰儿啊，你糊涂啊！
就算你是龙腾的董事长，但强龙不压地头蛇，周承森手底下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咱们惹不起啊。是啊，兰儿，妈知道你心疼我们，可咱们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啊，万一伤着你可怎么办？妈，时代变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他周承森要是敢乱来，我保证让他把牢底坐穿。法治社会在南省，森爷就是天。文兰，你现在装得越镇定，等会儿就越是难以收场。就是大伯，你们一家子就等着喝西北风吧。你再满嘴胡说，信不信我先撕了你的嘴？你来啊，你动我一下试试。森爷马上就到了，你敢碰我，森爷不会放过你。董事长，楼下有动静了，来了10几辆黑色越野车，排场倒是不小。听见没？森爷来了，森爷来救我们了。文兰，你的末日到了。我看是谁这么大口气，敢在云城动我周承森的人。森爷，您可算来了。就是这个温岚，她不仅不把您放在眼里，还把我们扣在这里不让走。森爷，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温岚她仗着有几个臭钱，简直无法无天了。你就是温仲林那个失散多年的女儿温岚？是我。周总好大的排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世界首富莅临指导。有点胆识，在南省敢这么跟我周承森说话的女人，你还是头一个。你算老几？我姐跟你说话是抬举你。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温仲林，你就是这么教儿子的？祸不及家人，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别为难我孩子们。冲你来，你也配？欠我的5个亿，今天要是拿不出来，你们全家都得去江里喂鱼。5个亿，周承森，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笔账我不认。你不认？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有的你认不认？那是你跟温舒淇做的局，谁签的字，你找谁要去。想从我温岚手里拿钱，你还没那个本事。好，很好，看来温小姐是铁了心要跟我周某人作对了。我听温舒淇说，你自称是什么龙腾集团的董事长，还大言不惭的要搅黄我的100亿大单。不是自称，是事实。至于你的100亿大单，不是我要搅黄，而是你根本吃不下。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周承森在南省混了4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拿个莫须有的集团来压我？周承森，你是个聪明人，不如你现在给强盛集团或者天球研究院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最新核心技术授权到底在谁手里。你什么意思啊？那笔100亿大单的核心就是我龙腾集团的专利授权，由我温岚全资控股。很不巧，没有我的签字，你那100亿就是一堆废纸。你说的是真的？怎么会这样？森爷，别信他的鬼话，他怎么可能掌握那么高端的技术？闭嘴！你不是说温家现在就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吗？这就是你说的软柿子？森爷，我真不知道这温岚是龙腾的董事长啊！他明明就是个刚被找回来的村妇，怎么可能爬得这么高？闭嘴！老子筹备了整整3个月的100亿大单，差点就因为你全毁了！你长了几个脑袋给我砍的？四爷息怒啊！这都是温岚在虚张声势，我看他也就是个挂名的。之前在南省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他能有什么真本事？二叔温宇，你们这对父女可真有意思，自己找来的靠山，打起自己人来倒是一点都不含糊。文景川，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一个小辈说话。温林是吧？你45岁的人了，不在家好好相夫教子，跑出来装什么大尾巴狼？你真以为凭你一句话就能把我的路堵死？周总要是不信，大可以去碰碰壁。不过我这人不喜欢开玩笑，我说你的合同是废纸，他连擦桌子都不配。好大的口气！我周承森在南省摸爬滚打几十年，什么硬茬没拔过。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老刘，立刻查查咱们账上现在还能动用多少资金，1分钱都别给我漏了。孙爷，咱们能调动的现金流，满打满算也就剩下这最后20个亿了，其他的全压在不动产里了。全给我调出来！立刻成立新项目组，全面开发龙腾集团旗下的所有核心贡品。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的市场份额给我咬下一大块肉来。孙爷，您三思啊！这可是咱们最后的家底了，全砸进去，要是连个响都听不到，咱们可就彻底喝西北风了。这风险太大了。你懂个屁！只要老子今天下午顺利拿下强盛集团和天穹研究院的100亿大单，这20个亿算个屁！那给我照做，出了事老子担着。是，森爷，我这就去办。温岚，听见了吗？20个亿，老子今天就算是用钱砸，也要把你这所谓的龙腾集团砸出一个大窟窿来。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斗！20
20个亿，周承森，你这是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我真怕你这钱砸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你少在这儿给我装镇定，等我的竞品全面上市，你龙腾的资金链一断，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到时候你跪着求我都没用。前提是你得先拿到那100亿的合同，没有强盛和天穹的注资，你那20个亿撑不过3天。温岚，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我跟那2家的合同都已经走完最后流程了，今天下午就签字。你以为你是谁，还能管得了强盛和天渠的事儿？不巧，我还真管得了。你那引以为傲的100亿大单，在我眼里不过是个随时可以捏碎的泡沫。温岚，你少在这儿虚张声势。强盛集团和天球研究院那是什么级别的存在？是南省的商业天花板，你就算再厉害，还怕伸到他们头上不成？就是森爷说的对，温岚，你吹牛也不会看看对象。强盛的温敬亭总裁和天球的温敬冉院长，那都是跺一跺脚，南省都要地震的大人物，你惹得起吗？堂姐，我劝你还是赶紧给森爷认个错吧。等森爷下午签了那100亿大单，你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嘴硬，等会儿哭都找不到地方。温宇，你住口！我们温家怎么出了你这种人？姐，你别理他们，大不了咱们跟他们拼了。静川，对付这种跳梁小丑，还用不着拼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老刘那边已经开始动手了，你的龙腾集团马上就会遭到全面封杀。是啊，兰儿，妈知道你有本事，可这周承森就是个无赖，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啊。爸妈，你们放心，今天有我在，谁也动不了温家1分1毫。至于他周承森，我今天不仅要让他倾家荡产，还要让他把牢底坐穿。好一个狂妄的女人！我周承森今天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倾家荡产的。再有10分钟，强盛和天穹的签约代表就会准时到达云城。等合同一签，我第一个拿你开刀。10分钟，周承森，你确定你的签约代表还能顺利到达云城吗？你什么意思？你还敢派人拦路不成？我告诉你，强盛和天穹的人借你10个胆子，你也不敢动。拦路？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只有你周承森才干得出来。我只是觉得那2位温总可能突然就不想跟你合作了呢。呸！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当你是那2位温总的妈呀？人家凭什么听你的？二叔，你这嘴今天总算是说对了一句话。张秘书，那尊极品翡翠观音确认装车了吗？母亲刚回温家，这回归宴的排场绝对不能有半点马虎。温总您放心，所有重礼都已经妥善安置。老夫人这次回归云城温家，咱们强盛集团的排场绝对是独一份的。温总，出状况了！云城那个叫周承森的，刚才连打了10几个电话，催着咱们今天下午必须把那100亿的合作协议给签了。周承森，我不是说过他的资质还在审核中吗？谁给他的胆子敢来催我？他说他已经砸了20个亿去对付龙腾集团，现在急需咱们这笔资金回旋。他还放话说合同已经板上钉钉了。对付龙腾集团，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立刻通知法务部，全面终止与周承森的所有接触，告诉他强盛集团绝不与他合作。哥怎么了？马上就要到云城了，母亲那边应该等急了吧？竟然，那个周承森居然敢动母亲的龙腾集团，他刚才还催着我签约。你那边天穹研究院是什么情况？哦，原来那个一直想和天穹合作的叫周承森啊，他刚才也派人找了我的助理，马上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看他是活腻了。大哥放心，天穹研究院的黑名单上，周承森这3个字已经永远置顶了。他要是再敢纠缠，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这都5分钟了，强盛和天群的人怎么还没到？老刘，你再打个电话催催。四爷，您别急，那2位温总可是南省的顶级大佬，日理万机，晚到一会儿也是正常的。咱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就是啊，森爷，等合同一签，您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南省首富了。到时候这温岚还不是任您揉捏？首富，这梦做的倒是挺美，只怕这梦醒的时候，周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给我闭嘴！事到如今，你还在这儿嘴硬。等老子的100亿大单落地，我第一个就把你丢进江里喂鱼！周承森，你敢动我姐一根汗毛，我温敬川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拉你垫背！敬川，别激动，法治社会，咱们不打打杀杀。周总喜欢玩资本，那咱们就陪他玩到底。玩资本？你拿什么跟我玩？
我那20个亿已经砸下去了，你的龙腾现在恐怕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吧？你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周总，纠正您一下，就在刚才，龙腾集团的法务部已经正式对您的公司提起诉讼，控告您恶意竞争并侵犯商业机密。你说什么？您的那20个亿资金目前已经被法院依法冻结了。冻结了？森爷，这怎么回事啊？法院怎么会冻结您的资金呢？您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滚开！老子怎么知道？温岚，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你竟然敢动我的钱！妖法，这叫合法维权。周承森，你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在我温岚面前，你那点手段，连3岁小孩都不如。老刘，资金到底怎么回事？强盛和天穹的人到哪儿了？给我接通他们的电话，快！别白费力气了，你等的人永远都不会来了。你放屁！老子跟他们谈了3个月，3个月，他们凭什么不来？哎呀，温总、温院长，您2位可算来了！我是温家的老二温舒淇呀，森爷已经恭候多时了。温总、温院长，您2位大驾光临，真是让云城蓬荜生辉呀！咱们那100亿的合同，起开，不许挡我的道。温总，您这是？周承森，我刚才已经让助理通知你了，天穹和强盛永远不会跟你合作。你听不懂人话吗？不合作了？为什么？咱们不是都谈好了吗？温总、温院长，是不是资金不够？我可以再加。加？你那20个亿都被冻结了，你拿冥币加吗？敢动我们的人，你就是有座金山，今天也得给我跪着还债。温总，您说动了你们的人，谁呀？妈，静婷来迟了，让您受委屈了。妈，竟然办事不力，让这等宵小之徒惊扰了您，请母亲责罚。妈，温静婷、温静冉，你们疯了吗？她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妈？这绝对不可能！温岚怎么摇身一变成你们的母亲了？这世界疯了吗？假的吧？堂姐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儿子？周承森，你是什么身份？也敢质疑我母亲？敢对我母亲出言不逊者，我让你周家在南省连根拔起，寸草不留！不，温老夫人，温董，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瞎了眼，求您高抬贵手，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放了你？我刚才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选了死路。静婷，清场，今天这笔账，我要跟他们一笔一笔的算清楚。周承森，你敢带人砸我妈的场子，这笔账怎么算？温总，温少爷，我有眼无珠，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放过你？你伪造债务逼迫我外公的时候，想过放过温家吗？我赔钱，那20亿我都不要了，全当给温董赔罪。你的钱脏，我嫌烫手。白秘书，把证据放出来。周总，这是你和温舒淇涉嫌商业欺诈、非法集资的全部证据。你们怎么会查得这么清楚？这不可能！温岚，我是你二叔，你不能这么无情啊！二叔，你联合外人做局坑害温氏，也配提情义？堂姐，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求你别送我们去坐牢。文宇，你刚才扬言让人打断我腿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妈，这种人渣不值得您费心，直接移交检察署吧。对，我们温家做事光明磊落，绝不以暴制暴。周承森、温舒淇、温宇，你们涉嫌经济犯罪，请跟我们走一趟。不，温总、温老夫人，求你给我条活路啊！大哥，你救救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这是咎由自取！我可是大哥你亲弟弟啊！大哥啊！别抓我，我真的是冤枉的！放开我！外公外婆，以后有我和妹妹在，谁也休想动温家一根汗毛。好，这下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外公，这是我托人从长白山寻来的百年野山参，您补补身子。哎呀，静婷有心了，
这身看着就精神。外婆，这是我给您拍下的翡翠手镯，水头可好了，您戴上试试。真漂亮，静冉这丫头眼光就是好，外婆喜欢的很。哎，大外孙大外孙女，舅舅的礼物呢？不能厚此薄彼啊！舅舅放心，给您订的限量版跑车，明天就送到您车库。哎呀，我去，还是我亲外甥大气。姐，你生这对儿女太给我长脸了。你都多大了，还跟2个孩子要礼物，丢不丢人？兰儿，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一儿一女在外面打拼，真是苦了你了。妈，我不苦。静婷和静冉从小就懂事，是我最大的骄傲。妈，是您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孝敬您和外公外婆是应该的。外婆，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的。好，咱们温家有兰儿，有这2个好孩子，一定能重振旗鼓。爸，您怎么了？是不是温氏集团那边有什么难处？你二叔虽然进去了，但他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留下个烂摊子。是啊，姐，我这几天在公司查账，发现好多部门都在浑水摸鱼。兰儿，爸知道你龙腾那边忙，但温氏毕竟是咱们家。爸，您别说了，温氏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会坐视不管。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回温氏帮忙？我明天就去公司，暂时担任温氏集团的总监。太好了，姐，有你坐镇，我看谁还敢在公司里作妖。作妖？正愁找不到人开刀立威呢，我倒要亲自去探探温氏的这潭水到底有多深。姐，现在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采购部和行政部账目乱得很。直接去这2个部门，把近半年的账本和人事档案都调出来。哎呀，静川，这位就是你的大姐吧？那我就跟着你也喊姐了。姐，我是静川的秘书蓝娇娇，久仰大名了。蓝秘书，你好。不过我还是希望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好的，温总监，您的办公室我已经让人打扫干净了，咖啡也泡好了。姐，这2年多亏了娇娇在公司帮我，娇娇做事就是细心。是吗？那真是辛苦蓝秘书了。您客气了，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温总监，您这边请。公司气氛不太对，怎么回事？姐，自从二叔出事，人心惶惶的。是啊，温总，现在公司就缺您这样的主心骨。蓝秘书，采购部在哪一层？12楼。不过那边今天在盘库，要不您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下，盘库更好，正好看看。姐，你新官上任，怎么不先去自己的办公室坐坐？采购是一家公司的命脉，水深不水深，一查便知。你是不是诚心跟老子过不去？温总监，那边可能就是在盘库，声音大了点，我先去看看。不用，我和静川去就可以了。蓝秘书该忙什么就去忙什么吧。这份供应商报价单都能填错，你长脑子是用来吃饭的吗？蓝经理，是供应商那边临时改了价格。改了价格你不会跟我说，出了纰漏算谁的？我发了邮件给您，您没回。你还敢顶嘴？这个月的绩效你别想要了，再多一句废话，明天就别来上班了。浩宇，温叔叔，您怎么亲自上来了？浩宇，你怎么在采购部？哦，我上个月刚调过来的，现在是采购部经理。姐，这是娇娇的儿子浩宇，你看他都来咱们集团工作了，我都不知道，真是失职。对了，浩宇，这是我姐，也就是咱们集团的新任总监。哦，温总监啊，久仰。蓝经理，刚才那番话你觉得合适吗？我刚才就是管教员工，严格要求嘛，对事不对人。克扣绩效、威胁开除，这是你的管教方式。温总监，采购部的事儿比较专业，您可能不太了解。我了不了解不重要。蓝经理，把你们部门近半年的供应商合同和采购流水，今天下班前送到我办公室。这些是部门内部资料，按规定得走审批流程。现在我就是流程。走去财务部。找谁？有事跟前台约。
浩然，你也在咱们集团啊？温叔叔，不好意思，我没注意啊。对，我上个月进的公司，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蓝浩然，听名字你也是蓝秘书的儿子？管得着吗？你谁啊？浩然，不许没大没小的。这是你温阿姨，是我们集团新任的总监。所以你上班时间在忙什么？我在核对报表。用手机核对？我刚放下来休息一下。你桌上那些文件落灰了，看着可不像刚放下的。蓝浩然，你分管哪些项目的财务？主要是工程类和外包类的款项审核。那正好，把你经手的所有项目资金流水2个小时之内整理好交给我。2个小时？温经理，数据量太大了，我一个人。那就1个小时。别，2个小时就2个小时。温敬川，蓝娇娇将2儿子塞进集团，你事先知道还是不知道？姐，也许是娇娇忘了跟我打招呼了。浩然跟浩宇都是很好的孩子。怎么？我听你这意思，还打算给他们当便宜爹是吗？姐，你不知道，毕竟我这也单身很多年了嘛。再加上蓝秘书她人也不错，是个好女人。是不是好女人？查一查她这2个儿子的底细，一切就都清楚了。跟我去办公室。蓝秘书，过来。温总监，您有什么吩咐？采购部经理蓝浩然，行政主管蓝浩宇，跟你什么关系？哎呀，温总监查得真仔细，他俩是我儿子，在公司历练呢。历练？蓝浩然3个月虚报采购款150万，这叫历练？温总监，肯定是误会。浩然年纪小，可能账目做错了，做错账还能把钱打进自己腰刀。你儿子本事不小啊。是啊，我回头问问他，肯定有原因。温总监，您刚来不了解，手底下人难管，浩然浩宇也是为公司好吗？把骨干逼走叫为公司好，你自己信吗？您这是什么意思？温总监，您是不是对我儿子有成见啊？我不看关系，只认证据。白秘书，通知人事部，即刻开除蓝浩然和蓝浩宇。不行，您不能这样，这分明是针对我。我针对的是蛀虫。蓝秘书有意见？景川，他一来就要开除我2个儿子，这是要我的命啊！景川，姐，这事儿是不是太急了？娇娇的儿子平时看着挺老实，老实人不会贪150万。那会不会是底下人搞鬼栽赃？钱进了他本人账户，谁栽赃他？你动动脑子行不行？景川，我在集团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不能不管我。姐，要不先停职观察，等他们销毁证据。温敬川，你是总裁还是他蓝娇娇的提线木偶？姐，娇娇帮了我2年，确实是没功劳也有苦劳。是啊，温总监。再说我跟敬川这关系，你也都看到了。我看到什么了？你是想告诉我你是他女朋友，对吗？姐，这件事儿吧，我本想找时间跟你说的。找时间？你什么时候糊涂成这样了？可是姐，娇娇是好女人，开除的事就算了吧。好女人，被好女人3个字坑害的男人，坟头草都3尺高了。敬川，浩宇和浩然是你看着进来的，他们多努力你知道的。姐，你就给他们个机会吧。好啊，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那150万的窟窿谁来填？那些账肯定是底下人弄错了，浩然是被蒙蔽的。被蒙蔽？每一笔流水都经过他亲手签字，你告诉我谁蒙蔽谁？姐，这事儿再查查嘛，万一真有误会呢？温敬川，你到底是温氏的总裁，还是蓝家的辩护律师？温总监，我知道您新官上任3把火，但不能拿孤儿寡母开刀啊。是啊，姐，你刚来公司，里面弯弯绕绕，你不了解。我不了解，还是你识人不明？你护着他们，温氏迟早毁在你手里。姐，你别激动，娇娇对我是真心的。是啊，温总监，我对集团的心天地可见。3年时间，把2个儿子安插进公司核心部门，这就是你的真心？那是他们有能力贪钱，还是有能力欺负人？姐，你说话过分了。我过分？温敬川，你闭嘴，好好想想，他到底是为了集团好，还是为他自己好？温总监，
你也太刻薄了吧！我对静川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好，那你敢不敢让我查查你这3年在公司到底干了什么？随便查，我蓝娇娇行得正，坐得端。很好，白秘书，把那份文件拿进来，让咱们温总好好看看这份真心到底值几个钱。温静川，自己睁大眼睛看看，你的好女人背着你干了什么？姐，这是什么？蓝娇娇利用你的名义私自转移公司资产到她前夫账上的铁证。你胡说！温岚，你血口喷人！静川，别信他！娇娇，这上面的签字是你伪造我的笔记。金川，你听我解释，那是我前夫逼我的，我是为了保护你。把温氏的钱转进你前夫口袋，这叫保护？你说什么？静川，我是一时糊涂，但我对你的爱是真的。我是你女朋友，你不能这么对我。你别碰我！我瞎了眼才会那么信任你。静川，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静川，你38岁结过2次婚，带俩惹事儿的儿子，哪来的青春？温岚，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儿子惹事儿又怎么了？你的儿子有出息，不过是你命好罢了。嘴巴放干净点。静和静冉是我温岚名正言顺的骨肉，再敢胡说，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温岚，你敢吼我？你以为你赢定了是吗？我的想法不需要跟你解释。白秘书，通知治安署，证据全部移交。好的，温总。温静川，你真这么绝情？不怕我把你见不得人的事儿抖出来？你随便，我行得正，坐得端。保安，把他拖出去。温岚，你别得意太早，温氏这潭水深得很，你迟早会被淹死。我能不能淹死不知道，但你注定要把牢底坐穿。姐，对不起，是我太蠢了，差点把温氏给毁了。知道错还不晚，当总裁心得硬，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我真没想到他平时那么温柔，背地里这么恶毒。商场如战场，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知人知面不知心，蓝娇娇只是开始，公司的毒瘤必须一个个拔掉。姐，你说怎么办？我全听你的。第一步，冻结蓝浩然和蓝浩宇所有权限，追缴被贪公款。好，我马上让财务部办，1分钱都别想带走。第二步，彻底清查行政部和采购部账目，跟蓝娇娇有牵连的一个不留。姐，这样会不会动作太大？公司人心惶惶的。不破不立。温氏已经病入膏肓，必须下猛药。温总监，蓝娇娇的2个儿子在楼下闹起来了，还带了几个闲散人员。他们竟然还敢来闹事儿！我下去收拾他们。站住！那怎么办？任由他们撒野？你是总裁，不需要亲自出面。白秘书，通知保安队长3分钟清场。是。另外，把全部高管资料整理1份给我。姐，你要大换血，老股东会不会有意见？有意见也得憋着。温氏是温家的，不是谁养老的地方。你通知各部门经理10分钟后会议室开会，迟到的不用来了。是，我这就去办。静川，蓝娇娇背后肯定还有人，她一个秘书没能力转移那么大的资产。你是说公司里还有内鬼？是，而且级别不低。这场仗才刚刚开始。这是谁？还有最后10分钟，温仲林要是再不来，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他要是不来怎么办？咱们总不能一直在这干耗着吧？哼！老二，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快把我女儿放了。兰儿，我的心肝啊，你受苦了，妈来接你回家。爸妈，你们不该来的，他不值得你们妥协。兰儿，你别说话，在爸心里，你的命比什么技术都重要。大哥果然是重情重义的好父亲。废话少说，把箱子扔过来。二叔，你为了利益连亲侄女都绑，你对得起温家的列祖列宗吗？少跟我提温家，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就偏心，什么好资源全给了你们。我今天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爸，千万别给他，那是温家几代人的心血，给了他温氏就全完了。温仲林，你到底给不给？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再磨蹭我可就不客气了。别冲动，给他。老头子，快把箱子给他呀！
老二，你别乱来，把东西给你，你必须保证兰儿平平安安的离开。一手交货一手交人，只要技术没问题，我自然会放人。哈哈哈哈哈！温氏的核心技术终于落到我手里了。温二爷，你要的东西到手了，答应我的50万尾款该结了吧？放心，钱少不了你的，等我确认了数据就转给你。那这个女人呢？现在她对我来说没用了，该归我处置了吧？随你的便，只要别惹出麻烦就行。温岚，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现在彻底跟你的家人说再见吧。妈，快住手！天意，你怎么会来这里？你不是应该在酒店等我吗？我跟了你一整夜，你半夜偷偷摸摸出门，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干傻事儿。你居然跟踪我！你这个不孝子，快放手，让我解决他！妈，你醒醒吧！你要是把他推下去，这辈子就全毁了。毁了就毁了，只要能让他付出代价，我什么都不在乎。他没有对不起你，是你自己当年抛下了我，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说什么？你居然帮着外人说话！我2岁的时候，是谁把我扔给了爸，一个人狠心走掉的？是你，是他养了我18年，供我吃穿，供我读书，倾尽一切送我出国深造。温阿姨，对不起，我之前被利益蒙蔽了双眼，我太混蛋了。天意，你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阻止他，说明你心里还有底线。我不求您能原谅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只求您今天能平安无事。妈，收手吧，他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恩人，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伤害他。你居然为了他来教训你亲妈，你到底分不分得清谁才是你的家人？正因为我是你儿子，我才不能看着你一步步走向深渊，犯下无法挽回的大错。什么声音？你们报了治安署？温舒淇，你以为我们会毫无准备的任你摆布吗？你太天真了。二爷，你手里那块硬盘装的是天穹研究院最新研发的追踪病毒，只要你一插上电脑，你的所有账户都会被锁定。你们居然敢耍我！温仲勤，你连你女儿都不顾了吗？治安署的人已经上来了，温舒淇，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所有人放弃抵抗，双手抱头！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开我！我是温氏集团的股东，你们凭什么抓我？二叔，温家没有你这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败类。完了，一切都完了。妈，你没事吧？兰儿，妈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咱们回家。妈，我没事，您别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兰儿，爸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又让你受惊吓了。爸，您不用自责，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妈，以后谁要是再敢动您一根头发，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姐，还有我以后一定多长个心眼，绝不让外人欺负咱们温家人。妈，他怎么办？他虽然犯下过错，但铸就在最后关头迷途知返，就留他在集团基层岗位反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往后走得正行得端，自然能凭自己的能力重新往上走。要是再犯什么错，就不要再怪我不念半分情分了。温阿姨，谢谢您的大恩大德，今后我一定深刻反省，争取对得起您的养育之恩。天意，你能幡然醒悟，这20年的养育之恩也算没有彻底白费。温阿姨，我以前太自私，太虚荣，被利益蒙蔽了双眼，以后我会堂堂正正做人。陈天意，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如果再有下次，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爸妈，我们走吧。兰儿，咱们回家。这个鬼地方，我1秒钟都不想多待了。对，回家，妈给你熬了你最爱喝的鸡汤，咱们回去聚晦气。各位董事，温舒淇勾结外人，企图窃取公司核心机密，已经被正式批捕。温董英明，
这种害群之马早就该清理出去了。姐，二叔名下的股份已经全部被冻结，公司的债务危机也彻底解除了。妈，强盛集团的资金已经全部投入温室，新能源项目可以全面启动了。很好，经历这次风波，温氏集团必须进行彻底的内部整顿，绝不姑息任何蛀虫。妈，天穹研究院已经完成了技术的最后升级，咱们的产品绝对能横扫市场。好，温氏集团的未来就靠大家通力合作了。散会。兰儿在想什么呢？爸，温舒淇虽然倒了，但在背后支持他的那股势力绝不会就此罢休。你是说盛京那边的人？对，沈鹤年一直对咱们的新能源技术虎视眈眈，这次他没能得逞，肯定还有后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还怕他一个沈鹤山不成？爸说的对，只要温家上下同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快，饺子出锅了，大家赶紧趁热吃。妈，今年这饺子包的可真大，我一口都塞不下。你这小子吃还堵不上你的嘴。今天高兴，咱们爷俩必须喝2杯。爸妈，新年快乐！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外公外婆新年快乐！喂，真的吗？太好了，我马上告诉我妈。竟然，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妈，盛京那边传来消息了，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沈鹤年因为涉嫌多项重罪，已经正式伏法了。好，这个毒瘤终于被拔除了，温氏集团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苍天有眼呐，恶人终究会有恶报。兰儿，谁发来的信息啊？是天意。温阿姨，新年快乐！谢谢您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现在虽然每天风吹日晒，但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今后我一定会凭本事挣钱吃饭，再也不会走歪路了。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养育之恩。如果有机会，希望能亲口对您说一声对不起，再叫您一声妈。这小子总算是长大了，知道心疼人了。是，只要他肯脚踏实地，以后总会有出路的。好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些了，咱们一家人来拍张大合照。来，大家看镜头，1、2、3，茄子！亲情不是靠血缘来维系的，而是靠真心。只要心中有爱，哪怕历经风雨，最终也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